谢角生的邀请啊。实在我是没有做什么，因为没有角生，没有这么多的，你像 Danny 弟兄是最辛苦的，啊，跑那么多次啊。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信心越软弱的时候，越要抓紧主。我是从小信主的，我12岁受洗。那么当时我是在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浴缸里面受洗，所以2023年我们去洪都拉斯短宣啊，我儿子在太平洋里受洗，我就说我好想再洗一次啊，很羡慕他啊。那么所以呢，我们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长大，我们从小就见证了被孤立，有逼迫，有各样的这种。就是你永远是跟周围的人不一样的，因为你的信仰。所以在2003年，当时中国有一个病叫做 SARS， 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位给我施洗的长老呢，他是到广州去治病，结果他就得了 SARS。那么那个时候 SARS 是会致命的。所以我在广州读书，我跟另外一位姐妹去看他。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病床，那时候不知道 SARS 有多厉害。后来呢，我知道这位长老他的妻子染病死了，他那个病房的医生因为他染病死了，护士呢死了2个。我跟另外一位姐妹啊，这个姐妹现在也是当医生，我去跪在这个长老的床前替他祷告，他还在咳嗽。没有戴口罩，什么都没有，我们俩没事。所以我们实在是见识到一点，弟兄姐妹，信仰是要有代价。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平安和他的保守是一直与我们同在。2023年底，我上一次回中国，去各个教会去看这些老先生。那么这位过世的长老，他的弟弟也是传道人，他也在旧金山和在泰国建立了教会。那么老先生当时刚手术完，本来是没办法见人，我去看他，他说那我一定要见你。那么一直就是说啊，要爱主，要爱主。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呢？去年的6月份。那一个孩子是我太太的中学同学的孩子，跟我儿子同岁，他就得了这个神经母细胞瘤啊。说实话，以前我都不知道这个词怎么讲。前天我去多伦多一个公司，因为他们公司的会计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他们的老板是在 Arizona 总部在这里啊。那么他捐了$5000。所以呢，我作为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我就希望说有机会跟他的老板见一面，也是个很好的白人的弟兄。实际上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从来不是某一个人。刚才陈牧师说的很对，你要凭着信心去做。最重要一点是，你越软弱的时候越要去做。我们开始这个事情，我太太跟我说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不可思议。我说我们在多伦多，他去 Pennsylvania， 我们开车要11个小时。那么他们就很绝望，因为在北美他没有任何其他认识的人，他的妈妈是不认识英语的，一句都不会。来到纽约，再到 Hershey， 我也没开过那个路，所以我跟我太太说，这样吧，我们放在祷告里。这样子我们就祷告了2个月，为这个事情。到了8月18号，他们要来之前大概1周，我太太说：“你决定我们究竟去不去？”她说：“你去呢，我就请假。”那我们就在祷告里很清楚的有神的呼召说：“你要去。”我们就去了。所以去呢，第一天是先开到 Princeton， 在 Princeton 过了一个晚上，第2天到 JFK 接上这家人。11点去接到他们呢是下午4点，因为在电话那个 cell phone lot 要等。在下午4点呢开到 Hershey，晚上11点半。
因为说实话，作为这个来自多伦多的人，林牧师肯定知道啊，我们开车到 Manhattan 有多么恐慌啊，因为我们那边人少嘛，从来没见过这种局面啊。但是感谢主啊，这个7个小时的山路啊，没有出任何的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就我们看到了有需要，因为我们去到那里发现了有5家人。这个病它是很容易复发的，就是这个孩子。弟兄姐妹，你所伸出的援手，就是给这样的孩子，他如果能康复，就如等一下我们这个 Kenny 传道他的小孩一样，能够康复，他是极其会有见证，极其健康和喜乐的生命。这个孩子刚到美国呢，吃了一路的方便面，他要转3趟飞机，从安徽到上海，上海儿童医院做完血液检查，滨州医院认可他才能坐飞机。到了 JFK 呢，坐那么长时间的车，我跟你讲，这小孩面无血色。所以我跟我太太在下来的1周里呢，就在那个麦当劳之家给他们做饭。这个小孩这个时候呢，我们纽约的弟兄姐妹肯定知道这是哪里。这是那个渡轮，知道吗？我们就带他到纽约一个姐妹家里住，带他到渡轮。那么他就发现，我们纽约这个姐妹呢，家里有一个相机，他就问他借，出来拍照。每一个生命都是极其美好的。坦率的讲，那个时间段也是我这个服事生涯当中的一个低潮，曾经是有很多的问题和质疑，但是呢，因为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我知道上帝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那么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一直到了去年的11月份。这是我儿子，这是这个孩子，一样大，都是13岁。我儿子1.75米，他呢也是13岁，经历过35次的化疗。这不是普通的病，弟兄姐妹，不是普通的病，这个是儿童的杀手。所以他们在国内来美国接受这个治疗的话，如果在国内用同样的药，1年是600万人民币。他们家真的是能卖的都卖了，他们家算不错的，但是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实际上他们来美国的这一趟，千方百计是要省机票钱。那么我觉得我们做的是一点的一点，就是帮他们从 JFK 到 Pennsylvania， 我们是做最后的一步。所以感谢主，角声现在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参与呢，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关怀我们远在加拿大其实是做不了太多的，这事实。这个是当时开的这个路线，然后这个虽然路线没了，还是要再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到 C 点就是那个 Hershey 小镇这个开始这个群是15个人。那这个怎么发生呢？我就要提到我的老同事茱莉亚姐妹请你站起来，因为她是我们这个活动第1位捐赠人。好，请坐。我那个时候呢，刚刚离开我原来的教会，那么他就打电话过来说，这个你有没有兴趣再继续教课？我说我从今天开始，我已经离开那个教会，我可以教课。以前呢，在教会我是立志不做以前的工作，但是那天开始呢，我必须要教书，否则呢没有收入。但是聊着聊着，我就跟他聊到了这件事情，因为在我心里面呢，其实这些小孩来美国这个事情更迫切。茱莉亚她就很热心，她说要不我来开。我说我劝你还是不要。那条路其实很难开。我说你如果真的有感动呢，你就不如找唐人街的司机来接送。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请这个 Kitty 姐请你站起来，谢谢你。去年到现在是他们很多的司机和
这个车队在接送，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包括碰上大雪，碰上各种，因为弟兄姐妹接机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你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你完全不知道等，而且他们是拿的中国护照，是并同，你真的不知道美国海关要留多久的。所以送机还好一点，为什么？你 drop 下就走，对不对？接机是真不容易的，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Julia 是第一位捐赠人，$2000，由他的钱就组织了大概有6、7个家庭接第一趟，找到 Kitty 姐。她呢当时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说有赚钱的心思，甚至她也往里面贴钱。那这个群现在是113个人，包括脚生的同工，包括 Kitty， 包括我们几个人，我可以跟大家 update， 今天早上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服务107个家庭，这个是不容易的，感谢主。所以去年11月呢，我就在我当时几个去讲的教会里面去讲这件事，祷告。那么有弟兄姐妹就听哭了，听哭了呢就捐赠，捐赠其实这里面也不容易，因为我们收的都不是美金，我们在加拿大，我的很多弟兄姐妹在网上听我讲是捐的人民币，那怎么办呢？全部汇到我这里，我要记账记清楚，全部换成美金或者是人民币转给 Kitty， 再去做这个接送。所以当时一段时间，坦率的讲并不容易，但是感谢主，我们信心超过了困难。好，再下一张。那这个是我收了 Hershey 所有当时通过微信找我捐款的人，我刚刚又给钱给陈牧师了，这个钱不是我拿的。是我们当时加拿大另外一个牧师陈启芳牧师，听说我要来，他说我家里有一点美金用不上，我说哪有人美金用不上的？你看我们去南美洲，人家都不收本地钱，收什么？收美金。我们去韩国收什么？收美金。他说国辉啊，你来啊，我有点美金用不上，你拿去替我捐了。我就去他家收了这个钱，他一定要求说要现金啊。所以今天任务达成啊，那真的是很多人。我这里截图其实没截完，有一些是听我网上的圣经课啊，浙江农村的老太太，听了之后感动，捐1000人民币，1000人民币等于多少美金啊？你们会算？那我跟你讲，我可以在上帝面前很清楚的说，这些捐赠的1分1毫，我最后都转交给了脚生。我们中间只有贴钱，绝对没有任何的说从里面开销包括我们来回的这个路程的费用都是自己出的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第2个话题。因为过去的1年呢，我看到有5个小孩复发，这是12月初。在山东的一个孩子13岁复发，他10月28号过13岁生日，11月3号查出来复发。在山东肿瘤医院跟上海儿童医院又开始在治。大家猜一猜，在国内复发治这个病1个月多少钱？1个月花了87万人民币。那他父母实在没办法，那么他就没有资格来美国吃这个药了。美国这个药呢是叫做维持它不复发，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啊，我也呼吁或者说恳请大家，如果有办法或者什么计划，包括脚生在内，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能，除了接送关怀，来稍微帮一些这样的一些家庭，就是这个孩子刚刚生日过了，又查出来复发。我们去年接送那个我太太同学的孩子呢，他也复发，13岁。复发的小孩一般来讲，如果你没有积极治疗，活不过2年。
就是他的所有的清单，因为这些人我都是认识的。其实因着这个事工，感谢上帝，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人是多么不容易，也看到了我们是多么的蒙福。弟兄姐妹，你如果有一点点感动，你能做的最简单的事情啊，就是到角生这边伸出你的一点点援手。真的，100块钱、50块钱都可以，不需要多，不要消灭你内心的感动，啊，因为这一点事情，其实就是神给你领受更多恩典的机会，啊，愿大家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愿上帝纪念大家的爱心，好，谢谢。